最近呢，中航成都设计研究院就公布了一项第4代垂直起降隐形战机的构型专利啊，这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说咱们可能未来将要搞这个垂直起降的战斗机。如果说这个变成现实的话，那么解放军就会新添空中利器。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从现在公布的这些资料上来看哈，大家一下就联想到什么了？就联想到电影《流浪地球2》里边那个歼20的，那垂直起降的歼20，哎呦，那个大家一想这东西那真是太有意思了啊！从现在公布的这个资料上来看呢，这是一种2个发动机串联的双发这个垂直起降的隐形战斗机，它和我们在《流浪地球2》上看到那个是并联2台发动机的歼20呢还不太一样，一前一后2个发动机，所以呢它就有2个进气口，一个进气口呢在下核这个地方，另一个进气口呢在座舱的后方那个地方，而且它喷气口呢也是前后都有，前面的喷气口呢主要是向下喷气，后面的喷气口嘛就是推着飞机往前走的了哈。要说这种构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呢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第4代的垂直和短距起降呢？其实这第1代最早的就是英国搞的那个钥匙嘛，以及后来这个海钥匙哈。到了第2代就是苏联时期搞的雅克141，那么 F-35B 就是第3代，那么到了现在这种串联双发的也就被称为了第4代。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咱们仅仅看这么一项技术专利书公布这么一个专利的话，它也并不能说是我们就要把这个发展成一个具体的机型，一个具体的型号因为公开发表这种技术专利呢，它主要是一个技术和研究的这么一个成果，而且咱们真正研制的这类东西一定是保密度非常的高，不会做这方面的公开的东西不过这也说明咱们的各个航空企业、航空研究机构，至少是成飞吧，已经早就关注着这个领域的技术，并且做了一定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讲一个型号搞不搞，一种飞机研制不研制，还是取决于一个需求嘛。你看这需求无非就是来自于空军是海军这2方面嘛。从空军方面来讲应该说我们没有这个需求，而且这个垂直短距起降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型，它是在一种比较极端的构想之下的一种技术上的一种产物。因为当时是考虑到冷战时期发动了这个核大战，发动了这个核攻击之后，那坏了，这机场全部都被消灭之后，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有这么一种垂直或者短距起降的飞机。那第1代的包括第2代的这个思路都是靠这么一个思路来走的。从海军方面来看现在美国呢后来把这个思路用到了它的2栖作战部队上，就是它的海军陆战队上了，用到它的2栖攻击舰上了，这不就是美国的 F-35B 嘛？因为当年这个空军使用短距起降的战斗机呢虽然是这么一种极端的构想，但是在实际应用之中发现这问题很多，应该说空军的实践是失败了。那美国把它移植到海军上面来了，移到了海军陆战队上来了，它是提供2栖作战时候的火力支援，这个美国倒是用得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迫切的需求，我们的2栖作战那最大的最迫切的就是统一之战嘛。那统一之战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空中火力支援的时候，那用不到这个，我们有这个空军的和海军的舰载航空兵航母的空中支援火力支援已经足够了甚至说我们的在大陆地区岸基都可以做到这个火力支援，那么就没必要去搞这些东西第3一个，我们再说这航母方面，航母上我们没必要装备这些。当然了，你说像英国呀，像日本它要搞航母，这种海洋次强国搞航母的时候，它有可能采用这个方案。其实这个方案也就是一个凑合的方案，有点不伦不类。作为我们要搞的航母，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来搞的这种远洋型的这种航母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去再搞这种垂直和短距起降的飞机。所以整体上来看，这应该就是在做一个技术研究，做一个技术的储备，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是要集中精力提高我们用得上马上要用的各种这个装备的生产以及这个装备，快速的形成战斗力。我们没必要铺那么大的一个摊子在